作为现场仅有的2家华文媒体记者之一，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应邀参加了日美首脑会晤以及会晤后的记者会。拜登呢也给日本3个大礼包。那么第一个礼包呢，首先就是肯定日本在地区的领导作用。那么这个呢过去是比较少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肯定或者说支持岸田政府今后要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就是大幅增加军费，在地区发挥更多的军事作用，同时呢也增强日本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个呢，拜登给予了支持。那么第3个礼包呢，无论是那个拜登总统也好，还是岸田首相，都反复强调了日美同盟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那么一个时期，日美同盟也是走向了更加强固的那么一个时期，也就是过去的日美同盟是父子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日美同盟更接近于兄弟关系。在美日联合声明中，关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部分花了不小的篇幅讨论涉华议题。声明称，岸田和拜登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并且老调重弹地提及所谓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以及南海与所谓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等涉华消极言论。此外，美日还夹带私货，提到新疆、香港，称将持续关注当地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联合声明中，美日还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安全合作妄加指责，称该协议缺乏透明度，没有解决地区关切的声音。事实上，中方和所方早就对相关情况进行过详细说明与澄清。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也多次指出，与中国签订的协议不会损害地区的和平与和谐。他强调，该协议允许保护所方基建设施，但不会让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实际上是赤裸裸地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关于中所之间的关系，这个纯粹是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美日2国在联合声明中对中所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透明等等，这个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值得警惕的是，美日在联合声明中还渲染所谓中国核威胁，2国领导人确认了确保美国延伸威慑的重要性，将继续通过安全协商委员会和延伸威慑对话来加强合作。今年4月4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日防长会谈时曾重申，美国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延伸威慑承诺不会动摇。有分析就认为，美国一直在通过增强核保护伞等方式推动构建极具冷战色彩的军事小圈子。接下来可能在日本部署更多武器，进一步将日本变为与大国对抗的军事前沿。5月23号下午，拜登还在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该框架公布的细节较少，有分析认为，框架的目的是要将中国从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剥离干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此前公开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彭博社报道，亚洲地区许多官员对印太经济框架不太明白，一些国家甚至发问：我们要加入的是什么东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IPEF 还未启动时曾接受媒体采访，他当时表示，新加坡欢迎并将加入 IPEF， 但他认为刚刚起步的 IPEF 不是一项自贸协定，并不能完全取代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考虑已退出的 CPTPP。李显龙还重点提到中国，指出中国这一经济巨人近年来始终系统性地参与了亚太地区事务，提出了多项倡议合作，他对此表示支持。他还强调，支持中国加入 CPTPP 这一自贸协定中，在李显龙看来，一个繁荣发展和踊跃参与地区事务的中国，对亚太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亚太地区已经有2个经济合作的框架，一个是中日韩和东盟主导的RCEP，
一个是日本主导的 CPTPP。这两个框架美国都没有参加。那么现在美国又搞出第三个，实际上是美国要在印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制造分裂，排除中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5月11号，日本赶在拜登访问之前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与拜登兜售的印太经济框架相配合。作为日本岸田文雄政府的招牌政策，日本经济安保法由4部分构成，包括构建供应链，确保核心基础设施的安全；尖端技术的官民研究和专利不公开。在半导体及稀土等重要矿物、蓄电池以及药品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方面，将强化供应链，还将建立保护核心基础设施的体制。该法将从2023年起逐步实施。有分析就指出，日本此举联合美澳等国排挤中国的意图明显。日本共同社则在相关文章背景中直接点出中俄因素，称考虑到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崛起的中国，以及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日本政府推出该法。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和印太经济框架都是旨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个是美日两国最新推出的两个重要措施，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日本和美国都在经济上、在供应链上是依赖中国的，所以这两套所谓的组合拳是苍白无力的，最后也是不能执行下去的。5月24号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治水史雄，就日方在日美领导人会谈、日美联合声明及日美印澳4边机制峰会涉华消极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